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1号，比特币连续2天放量，价格却不跌，那能不能走出量比价先行的行情？今天给的多单建议从前面19300修正到19940啊，刚刚是有一个压回到这个位置，不过我给的止损就$100啊，你去观察一下19850不要破。至于这个点位要怎么来判断的，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佣永久 20%， 或者是新的邮箱 Bybit 注册不用验证啊。另外，最近 YouTube 上面评论区是有骗子啊，大家不要去理会啊。那么来看一下，目前的价格为什么还在这个位置看多？昨天已经是跟大家讲的很明显哦。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连续3天有量啊，有量，但是按正常情况，你如果这一根下跌，它要破，应该把这个低点给破啊。这不，昨天不是，前天也是有量下跌啊，有量下跌。那我们观察一下，它这个重心，我是没想到会压到这么低啊，压到这么低，其实很巧妙，又是在这个19500位置，它就是不达到我的买点19300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低点，它不达到。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一般历史上有见过单根 K 线，如果是第二天马上，前面一天是跌的，第二天马上进行一个多方的吞没。吞没讲过好几次啊，我们尽量去赌这一根多方的吞没，要追的话追在盘中，不要追在收盘的位置。那如果没追到，就是等第二天或者是后面几天有压回的位置，像这些位置都是买点啊，只要止损设在这一个开盘的下沿，尽量就是买点。那另外刚刚上台的那个买点，等下来跟大家聊，因为日线级别我尽量是猜看有没有波段，就类似这个位置，它也是一个多方吞没，而且我们看吞没的时候，不要只看 K 线图，也要看下方的量能，这一根是不是放量，够5均量跟10均量。那这一根多方的吞没，这一根上涨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就这一根的上涨，是不是够5均量跟10均量？它有可能第二天还是有压回，但是后面有一个小波段，有可能就是这样子。包括这一根啊，这一根虽然是也是吞没，但是量能不是很明显啊，量能是缩的，这一个位置啊，它是缩的，不够5均量跟10均量，所以有时候可能波段会相对比较小，但是也会有压回。那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去比对一下，比如说当时去年7月份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多方吞没？这一组啊，这一组是有一个多方吞没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这个量能是不够5均量跟10均量。所以它有可能还是会有高点，但是也是会有压回。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这些位置都是防守点位啊。跟去年7月份来比的话，这边的多方吞没只有这一组，其他组的话是没有多方吞没强啊。这是一个呈现。那拇指线呢？拇指线是更加没有那个多方吞没强。后面是在这个位置，7月的时候要启动的这一波来了一个多方吞没，而且是这一根 K 线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带量啊，带量。那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它有时候可能会类似这种，直接一个波段就直接微上去，根本就不给2次回踩的机会。主要是什么原因？我们就要把均线给它加上去。均线加上去，可以尽量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位置多方吞没的时候，是马上就挑战了这一个20MA， 而且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直接挑战了这个60MA。20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，站上去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要开启。那现在的位置呢，有多方吞没，主要一点就是这个20MA 还在这个上面压着，但是距离也不算很远啊，所以不排除如果是真的还有一根进攻，这一段时间尽量去观察一下。我的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尽量猜吧，猜如果这个位置真的是一个空方陷阱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MACD 是不是在背离。就这一个柱状哦，我用另外一个 MACD 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有修正过的一个 MACD 日线级别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价格在跌，这个分啊，每一次分值是有在背离，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可以尽量去适当的去赌一赌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真的一个多方吞没，就类似前面的几个位置，它第二天还会有回踩啊，就这个下影线回踩的位置，我感觉就是买点啊。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，我们尽量用量能来观察，因为现在是有出量，但是它价格不下去。看到4个小时的量，比如说这一根哦，这一根下跌，你不是带量吗？带量，那为什么
后面全部吃掉。那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主力的目的。既然这一个下跌带量的量呢，你如果是要继续往下破，因为最近美股也是非常的弱啊，那你如果是空方势力相对比较强的话，你应该要顺势早就把这个位置给贯穿了，就前面的这个位置。所以你后面来的这一根，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日线级别多方吞没，是有实力的主力在做线啊，就这个收在高位的时候是有实力的主力在做线，但是压回来又有实力的主力把这一个量能全部解套。从1个小时里面来观察，刚刚给的买点就是早上的时候有几次压回的这几个低点啊，你去留意一下昨天晚上的这2个低点就是止损位啊，大约是在19850。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下方的量能已经明显看出来，从1个小时里面涨的时候有量，涨的时候有量，包括这3根其实也是有量，但是它也不算明显的一个下跌哦，有可能就是有人开始这边想要搞，但是感觉可能盘势上方还有压力，拉不上去，它就顺势灌下去，但是后面这一根又看一下，这一根下影线的低点又是有量，所以最近都是收涨的时候有量，从1个小时里面是更明显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一根啊，这一根上涨的 K 线是有量的情况下，1个小时里面这一根不是又拉了出来，超短线上你尽量去观察，就是刚刚这几个位置可能是一个买点，但是我们的防守尽量设在这19850啊，就这2个下影线的低点不要破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